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呵呵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元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，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毒，传剑山岳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岳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岳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父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吗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皓月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父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
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苏昌河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关系。在我黄泉当铺之地，竟敢如此说话，不愧为当年的魁呀！所谓魁，人中之魁。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我呀，不过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看东西就看东西，可别害我呀！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别废话了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暗河的宝藏。那间院子，可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。随我来吧。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，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
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名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之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4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6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3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。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
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城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。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术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。正是这个，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官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难不成三官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
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也不会再认可三观的存在。之剑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
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1石2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，那便传信给3家：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离谢隐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
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语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越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背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
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里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。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
死了？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。那是昌河。成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边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
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嫡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我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